你身边一定有这种朋友，每次聚会都信誓旦旦地说，台湾房价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这辈子别想跌，就算跌也跌不到我头上。可你打开新闻网站，又会看到另一群人在喊崩盘要来了，崩盘要来了。就在2026年，二派人吵了一年又一年，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最近2份重磅报告终于出炉，永庆房屋的房价指数从高点累计跌了 6.98%， 信义房价指数累计跌了 3.66%， 看起来二家都在跌，可奇怪的是，跌幅竟然差了快1倍。你说房价没跌，数字啪啪打脸；你说房价大跌，又好像没那么戏剧化。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就把这团迷雾一层一层拆开。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正在2026年看房子，准备掏出辛苦攒的200-300万自备款，这支影片可能会帮你少赔一栋车。先把时间倒回去一点，台湾房市这一波到底飙了多凶？从2020年第一季开始算起，到2024年的最高点，全台房价指数整整涨了超过5成，新竹县市更夸张，5年涨幅逼近1倍，等于你2020年用1000万买的房子，到2024年理论上能卖到接近2000万。桃园涨了6成多，台南、高雄也都占上5成以上的涨幅，连基期最高的台北市5年都还能涨 32%， 新北涨 41%， 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过去40年台湾最疯狂的一波房地产牛市，所有人都在赚钱，包租公、代销、房仲、建商、屋主，连你家楼下卖早餐的阿姨都在跟你讨论她刚签的预售屋哪一户最有增值空间。那这一波房价为什么会这么疯？其实源头在2020年那场全球大疫情，美国联准会启动无限量化宽松，全世界央行跟着放水，便宜资金像洪水一样灌进每一个资产市场。台湾不只搭上了这班顺风车，还因为台积电的全球地位、AI 产业的爆发、半导体产业链的盛世，吸引了大量资金回流，股市从1万点一路飙破2万5，房价也跟着一起飞。再加上2023年新青安贷款政策上路，提供首购族超低利率、超长年限、超宽限期的优惠，等于政府亲自推着年轻人冲进房市。于是2023、2024年那一段可以说是台湾房市的最后一段疯狂冲刺。可是好景不长，2024年8月，银行房贷开始爆满水位，贷款条件越收越紧。为什么会满水位？因为台湾的银行法有规定，不动产贷款不能超过存款的某个比例上限。当大家疯狂买房，贷款额度自然撞天花板。紧接着9月，央行打出史上最重的一拳，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正式上路。这一波打房有多猛？第2户不能用宽限期，贷款成数最高5成，第3户以上和豪宅贷款成数降到3成，连名下有房没贷款的人都被列入管制范围，连继承来的房子都算进去。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央行第一次把名下有房没贷款的人也纳入管制，一刀砍向那些靠宽限期缴几年利息再转手的投资客。央行总裁杨金龙那句话讲得很直白，房市现在还没达到软着陆的条件，意思就是他觉得房价跌得还不够。于是从2024年第4季开始，房市就像被人按了暂停键，再被按了倒退键。永庆最新的数据显示，从第7波信用管制实施以来，全台房价累计跌了 6.98%， 而信义房屋的指数累计跌了 3.66%。这时候你心里一定在想，等等，为什么二家的数字差这么多？是有人在说谎吗？其实不是，这个差距背后反映的是台湾房地产市场一个非常微妙的真相。永庆用的是正大永庆即时房价指数，这个指数的特色是用永庆自己的成交资料，全台超过1900间店的第一手交易数据，成交当下就登录，反映市场非常快。而信义房价指数则是用实价登录的全国中古屋资料，样本更全面，但是因为实价登录到资料公布有2个月左右的延迟，所以反映市场的速度会慢一拍。永庆指数抓的是最近这几个月刚成交的价格，跌得比较快比较深，数字看起来就大。
信义指数涵盖的时间段更长，样本更平均，所以波动被稀释了，数字看起来就小。但你别误会，这不是哪一家在唬你，2个指数其实都在告诉你同一个故事，房价真的跌了，而且还在继续跌。差别只在于永庆看到的是台风中心的暴雨，信义看到的是台风外围的细雨。我们再来看更精细一点的数据。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奇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从第7波信用管制以来，双北市的累计跌幅大约落在 4.8% 到 5.4% 之间，相对坚挺。可是桃园以南就惨了，累计跌幅从 6.2% 一路下杀到 8.9%。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一波修正并不是均匀的踩刹车，而是有些地方轻踩，有些地方重踩，有些地方根本是急刹车，差点翻车。为什么南部会跌得比较重？其实道理很简单，前几年涨得越凶的地方，现在跌得就越凶。台南、高雄、新竹、桃园这些地方，前5年涨幅5成到1倍，吸引了大量投资客进场炒作。等到央行一收手，银行不放款，这些投资客手上的房子立刻变成烫手山芋，只能降价求售。双北虽然也跌，但因为前几年涨幅相对温和，加上刚性需求强，跌幅才能控制在5个百分点上下。我来举几个具体案例，你就会更有感觉。新竹县市过去因为竹科红利，台积电、联发科、联电员工买盘强劲，竹北高铁特区的新案在2022、2023年的时候，每坪喊到80万、90万，都还排队抢买。可是到了2025年，同样的案子由屋主每坪降到70万，还没人理。台南也是，南科外役区、善化、永康、安南那一带，前2年疯涨到每坪40万以上，现在30万出头也找不到下家。高雄楠梓特定区、桥头新市镇更是建商代售，余屋一堆，陪售的物件越来越多。更惨烈的战场其实是在预售屋。2025年12月的预售交易量跟2024年上半年的平均值相比，整整萎缩了 72%。 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市场直接从沸腾的火锅1秒变成冷冻库，连汤都冻住了。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奇直接点出，预售屋量缩比中古屋严重得多，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价格。中古屋市场有屋主愿意让利，所以量缩幅度小。预售屋因为建商死守价格，无视市场冷风，所以买家直接用脚投票，连央行总裁杨金龙都看不下去，公开喊话建商该适时让利降价了。预售屋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更恐怖的炸弹，叫做解约潮。4年前用低自备款、高杠杆买进预售屋的人，现在陆续面临完工交屋的对保阶段。可是他们撞上了3大问题，第一个是银行贷款不下来，第二个是要排队等很久才能拨款，第三个是利率比当初买的时候高出一截。很多人根本贷不到当初想象中的成数，自备款一下要从2成变3成、4成，差个几百万，普通家庭根本掏不出来。于是建商卖的时候用甜蜜话术哄你进场，现在你却面临选择，要么筹不到钱被没收定金，要么硬着头皮借钱买下来等被套牢。市场上已经出现一波接一波的解约潮，这是过去10年都没看过的场面。那么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2026年买房到底会不会赔钱？这个问题我们得分3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供给面的压力，第二个层面是政策面的变化，第3个层面是需求面的疲软。先说供给面，内政部最新的统计数据非常惊人。2023年到2025年这3年，新屋开工量约有38万户。如果以开工后3年完工来推算，2026年到2028年，台湾将会出现大概32万到36万户的新屋完工潮。36万户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几乎是过去10年最高的完工量，而且更恐怖的是，这些房子当初预售出去的时候，房市是一片龙井，买家是排队抢单的。可现在呢，买家已经排队退单了。预售屋交易量从2025年4月开始，连续7个月低于4000件，已经是冰冻状态。
建商手上累积的待售余屋，预估未来3年将会达到8到10万户。换句话说，2026年到2028年将会有一波我们可以称之为供给海啸的东西，朝着市场直接扑过来。当供给暴增，需求疲软，房价会怎么走？经济学原理告诉你，价格只能往下走。而且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细节，预售屋通常在交屋1年内会释出大约1到2成的二手转售量。这些屋主有些是当初投资客，有些是换屋族，他们会直接把房子丢到中古屋市场跟你拼价格。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中古屋库存只是冰山一角，未来3年还会有源源不绝的新屋从预售市场灌进中古屋市场，把整个价格体系再往下压一层。再来看政策面，2026年3月，央行终于松绑了一点点，宣布把自然人第二户购屋贷款成数从5成放宽到6成，听起来像是利多吧？可是市场反应冷清。住展杂志的市调显示，松绑政策实施后几周，双北和桃竹地区10多个建案，每周赏屋人数还是平均只有10到15组，成交大概1组，跟政策调整前几乎没差。为什么？因为市场的核心问题不是贷款成数，而是信心。买方期待房价继续跌，卖方死守价格不肯让利，双方陷入僵持。央行的小幅松绑并没有改变这个僵持的格局。更关键的是，央行这次释放出的讯息其实相当鹰派。杨金龙直接说，他不满意房市信用管制的成效，认为房市还没达到软着陆条件。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价格还要再跌一点，央行才满意。所以你以为政策放松了，房市要起飞，其实央行心里的想法是，再让你跌一阵子才舒服。至于新青安政策，2025年9月4日有公布松绑措施，比如还款年限从30年延长，宽限期可以多延长等等。但这些措施都是在原本的优惠基础上做小幅修饰，根本没有真正解决买方的2大痛点：房价太贵，利率太高。所以新青安松绑后，市场的反应也是温水煮青蛙式的，买气回不来。第3个层面是需求面。2025年全台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创下20几年来最大单年衰退幅度，6都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合计年减 26.1%， 续创8年来最冷，也是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第4低量。除了桃园市年减约1.8%之外，双北、台中市年减皆超过2成以上，南2都更是年减超过3成。2026年第一季全台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60403栋，年减 4.3%， 创下自1999年有分月统计以来史上第3低量，也就是接近30年来最冷的春天。那么2026年的房价走势究竟会怎样？永庆房屋叶林奇给出的判断是，整体呈现价缓跌、量盘整的格局，但区域分化将更加明显。刚需强劲的区域，预估房价跌幅落在 3% 到 5% 左右，供给量大的区域，跌幅可能达到 5% 到 7%。全年交易量预估在 25.1 万到 26.4 万栋之间，跟2025年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冷。另一位重量级专家，房仲工会全联会荣誉理事长李同荣的看法更悲观，他预估2026年全台房价平均跌幅会达到 10% 左右，台北市跌幅约 5% 到 6%， 台南、高雄部分区域跌幅恐怕超过 10%。 他认为这一波下跌不只是央行打房造成的，而是技术循环本来就到了高点，加上信用管制这只黑天鹅，双重力量把房价往下拉。他甚至大胆预测，要等到2027年才会进入盘整止跌的阶段。这里值得对照一下历史，台湾房市过去经历过3次大修正。1989年央行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把房价腰斩整整盘整10年。2008年金融海啸，房价短暂下杀后，因为4万亿救市快速反弹。这次2024年到2026年的修正性质比较像1989年那一波，是央行亲自下场，政策性压制加上技术循环高点叠加，所以这次的修正不会3-5个月结束，可能要2-3年甚至更久。那么问题又回来了，
2026年买房到底会不会赔钱？如果你是纯投资客，想要短进短出买来转手赚价差，老实说，现在进场几乎是九死一生。攻击海啸还没来，央行还在皱眉头，银行还在缩表，整个市场的氛围对短线投机客极度不友善。你进场了，3年后想卖，可能要面对房子比你买的时候还便宜的窘境，再加上房地合一税 2.0 的2年内卖出要缴 45% 重税，5年内卖出要缴 35%， 等于你不持有满5年根本赚不了钱，持有满5年又要面对市场继续修正的风险。对投资客来说，这个年代根本不适合短线炒房，但如果你是自住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为什么？第一，自住客买房的本质不是投资，而是消费，是为了给自己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你住在里面的价值不会因为市价跌个 5% 就消失。第二，现在卖方议价空间明显放大，过去屋主开1000万死守不让，现在你开900万他可能会考虑，这在过去3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第三，房贷利率虽然站在20年来相对高档，平均约 2.301%， 但比起欧美动辄 6% 到 7% 的房贷利率，台湾还是相对便宜。第四，自住客通常会持有10年以上，这个周期足以穿越任何一次房市循环。今天买贵了 5%，10年后不一定还会在意这个数字。当然，自住客也不是随便买都安全，有几个地雷区千万要避开。第一个地雷是那些供给量爆炸、商圈又还没成熟的重划区，建商画了一堆大饼，捷运可能还要等10年，公园还在规划，学校盖一半，这种地方未来3年要承受最大的跌价压力。比如桃园八德扩大重划区、青埔特区深处、台中乌日、14期外围、台南9份子、安南科外围、高雄桥头、楠梓特定区，这些地方都是攻击海啸的重灾区。第二个地雷是台积宅外溢区，台积电一进驻，周边1公里房价跟着涨3成，这种上涨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潮水退了之后跌幅最大。比如台南安定、新市的部分外围区、高雄楠梓部分暗区，前2年靠台积电题材风炒，现在已经出现不少赔售物件。第三个地雷是高总价豪宅，央行这次松绑第2户贷款成数，但是豪宅标准完全没动，台北市每坪120万以上，新北市每坪75万以上，市都加新竹每坪50万以上的物件，贷款成数仍然只有3成，大坪数产品流动性最差，现在进场大概率会被套牢很久。第4个地雷是套房和小宅集中的工业宅、商办改套，这类产品法定用途有问题，央行管制严格，银行不太愿意承做房贷，未来流动性会越来越差。那什么样的房子可以买？第一，蛋黄区成熟商圈的中古屋，捷运走路5到10分钟以内，学区好，生活机能完整，这种房子抗跌性最强。台北市中正、大安、松山、信义，新北市板桥、新店、永和，台中七期、北屯旧市区，这些地方都属于相对抗跌的核心。第二，总价合理，贷款负担得起的刚需小宅，自住2房或小3房，买进来不会有压力，市场再差也能撑住。第三，找到屋主真的很急着卖的物件，例如离婚分产、继承争议、移民急售、解约被没收定金的转手案，这种屋主愿意大幅让价，你买到的价格就赢在起跑点。第四，都更为老完工的新屋，因为土地速地稀缺，信用管制下建商火力集中在这类产品，完工后品质有保障，地段又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买房不要再迷信过去那套买到就赚到的神话。过去20年，台湾房地产一路涨，那是时代的红利。可现在这个时代结束了，未来10年，房地产很可能进入一个涨势温和、区域分化，选错区域就赔钱的新常态。所以挑物件的能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永庆说全台跌了 6.98%， 信义说跌了 3.66%， 到底谁说的对？答案其实是他们都对。
永庆看到的是市场最敏感的部分，那些急着脱手的屋主，那些在重灾区的物件，那些已经愿意大幅让利的卖方。信义看到的是整个市场的平均状态，包括那些坚持不降价的屋主，那些双北蛋黄区还算挺得住的房子。2个数字加起来才是台湾房市的全貌。而这个全貌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比想象中更微妙的故事。台湾的房价没有崩盘，但确实在跌。它不是崖式下坠，而是缓缓沉降，像一艘被打了好几个洞的大船，水慢慢灌进来。没有戏剧化的场面，可是船真的在下沉。这个下沉的过程可能还要持续1-2年，甚至更久。期间会有反弹，会有骗线，会有建商撒各种糖衣促销，会有专家信誓旦旦说底部已到。但只要供给海啸还在路上，央行还没给出真正的松绑讯号，银行还在精打细算，这个下沉就不会结束。最后，我想再给你一个冷酷的真相。2025年台股大涨 36.5%， AI 产业蒸蒸日上，国民所得突破4万美元，看起来经济一片繁荣。但是同一年的房市却是冰封的，交易量创下20几年来最低，建商总销掉了 29%。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打房政策的力道已经强到把经济基本面跟房地产的联动关系切断了。换句话说，就算未来2年 AI 继续大涨，台股继续创新高，半导体继续赚钱，只要央行不松手，房市就涨不回来。这是过去40年都没发生过的事，可是现在它正在发生。所以2026年到底要不要买房？如果你是刚性需求，自备款充足，贷款负担合理，看到自己真的喜欢的房子，屋主又愿意大幅让利，那就买吧。毕竟你买的是一个家，不是一张赚钱的彩券。但如果你还在犹豫，还在观望，还想等更便宜，那也没关系。这场下跌的派对才刚开始一半，后面还有戏可以看。最后送大家一句话，房地产不是赌博，是长期战役。看清趋势，选对标的，量力而为，才是这个年代最重要的买房哲学。毕竟永庆跌 6.98%， 信义跌 3.66%， 这些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曾经抱着梦想冲进场的买家，正在学习一个冷酷又真实的功课，那就是房子不是越早买越赚，而是买对了才会赚。那么问题来了，你会选择现在进场，还是再等等？